蔣萬安喊倒閣，不過據了解是很多立委跟他建議的，哦，因為本來倒閣這事就跟市政府無關嘛，那是這個立法院的事，但是有不少的國民黨的立委，因為有些立委跟我講說，我跟蔣萬安建議啊，所以蔣萬安昨天在受訪的時候喊出說，那乾脆倒閣嘛，哦，既然這個725這個有幾十萬人上街頭，哦，情緒很熱烈哦，那盧秀燕說可以討論，哦，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行政院漠視民意嘛。那另外呢，這個昨天還被問，也沒有停下腳步哦，就是反正就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了。那總統府說，市長的工作是市政，那要不要倒閣是立院的權責哦。那另外呢，這個聯合報也說，這個毒油已經燒上凱道了哦，凱道哇，名氣沸騰，但是呢，政壇的名氣有沒有改變？能不能燒出來改變啊？哦，那怎麼樣倒閣啊？這個法律啊，憲法是立法委員1/3以上的提議，所以現在113席38席聯署提出，這個沒有問題。另外呢，提出72小時以後呢，在48小時裡面呢，要用記名表決；72小時裡面48小時內要記名投票。如果通過1/2以上，所以至少現在113就57席。行政院長在10天內就必須要提出辭呈，然後呢，行政院長可以請立法院，可以請總統解散立法院。那如果解散立法院的話呢，60天裡面要重新舉行立法委員的選舉，那另外呢，當然也可以不解散立法院，就要看他们要衡量狀況，到底對誰有利，對誰不利。那如果沒有通過，就沒有超過這個1/2以上，1年裡面不得對同一個立委、同一個行政院長再提新人案啊，這是憲法的增修條文。那我們看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民國88年，那當時呢，總統是李登輝，行政院蕭萬長，民進黨跟新黨分別提出啊，結果沒有通過。第二次，民國101年、2012年。總統馬英九、行政長陳沖，民進黨提出不信任案，當時台聯支持，結果呢沒通過。第三次，民國102年、2013年9月政政以後，總統馬英九、行政長江宜樺，那這個對江宜樺提出不信任，也是民進黨立委沒有過半啊，那就是一個姿態的表示了，因為沒有過半，你知道不會通過嘛。那現在是，如果說藍白合作是可以通過的，但是白會不會同意啊？因為白如果說同意，那當時還有個總統啊，柯文哲選總統啊，所以白現在通通是不分區啊，區域一個都沒有啊。那這是要重選，那民眾黨現在至少在3個黨裡面，他加到民進黨過半，他加到國民黨過半，所以不要看白的民眾黨這8席，其實還是舉足輕重的哦，真的舉足輕重。過去好幾個案子，白的這個影響力都還蠻大的，意見蠻受到重視的哦。那上次選那。當時我再講一次，民進黨為什麼搞大罷免？柯文哲講說：“哎呀，賴清德不跟我談談呢？談合作就好了。賴清德理都不理你，為什麼？賴清德搞大罷免，罷掉重選，他認為他會贏啊，所以他不要跟你談了。那為什麼他認為他大罷免再重選他會贏？因為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黨好幾個委員是在吊車尾當選的。你仔細去想，是真的吊車尾當選的。為什麼吊車尾當選？因為我選副總統。”我老子這邊就跟大家講，你不信你去問問侯友宜看看，哦，所以呢，很多原來因為突然侯友宜，本來我以為柯文哲一定會答應選副總統的，就沒想到柯文哲最後不同意，哦，所以我根本就沒想到我會去加入，我一直勸侯友宜，我找柯文哲，我就說我找了，我一直在追啊，那侯友宜就回頭問我說，如果到最後柯文哲還是不願意的話，那我不能都沒有人了，那你可不可以呢？我想我有責任啊，有道義啊，因為一直鼓勵柯文哲，這個侯友宜找柯文哲，我就是，但是我跟侯友宜說，他最後一定會同意，沒路通行的，他一定會同意的，他否則要怎樣呢？當副總統、行政院副院長幾個重要部位重要事情的，民進黨就起來了嘛，為什麼不同意呢？沒想到柯文哲最後不同意，所以我就把他是要硬上場的，但是一上場後，民調就侯友宜的民調立刻大幅提高。我告訴各位，有幾次我們跟賴清德幾乎是伯仲，有時候我贏他，有時候他贏我們。一直到老共發火箭，民進黨說老共發飛彈，立刻做民調掉6個百分點，中南部掉特別多。再接着馬英九又說他要相信習近平，又掉3個百分點，啪啪啪啪一下就跌下來了。
哦，那馬英九當然被斷章取義了，他會對這點不滿，但是就是選舉這個樣子嘛。哦，所以賴清德就認為說，這國民黨、民眾黨現在能夠過半，因為以前總統是誰，立法院都是完全執政的啦。哦，怎麼會搞成這樣？所以他們大罷免掉你們。好，那現在國民黨要整個重新要賴清德解散國會，重新改選，國民黨跟民眾黨能不能再過半？來，龍介兄弟要看。你當時如果不選了，確實會掉幾席，因為還有一些是三腳督的，最後是贏了一點點啊。那這個倒閣最主要就是要考慮總統跟立委是合併選舉，倒了以後如果解散國會，那就是分開選舉。分開選舉，如果重談資源打選戰，那對在野黨是極度不利。可是，如果是說是合作打選戰啊，那以現在賴清德的滿意度跟信任度，他也會擔心對他2028的選舉不利，所以他會不會選擇不解散國會？那就變成最好的解方，大概議題丟出來了，那就是由卓榮泰自行請辭。然後又展現你是一個負責的院長，那這樣的話，賴清德跟民進黨也比較不會為難嘛。否則提出倒閣了，那你得抹面轉倒灰嘛，倒閣一定會通過。哦，如果是在野黨合作，一定會通過嘛。那現在就回到通過以後，就總統要不要解散國會，或是換一個行政院長？好，如果他選擇換行政院長。對在野黨的選舉不一定有利，為什麼？因為現在卓榮泰的胎哥蠢卵呀，CD 定點嘛，他的滿意度很低啊。這個內閣繼續帶領整個團隊在打選戰，對執政黨是沒有加分的。那如果讓他一刀切了以後，他提出一個新的人，然後不斷來釋放政策利多。這樣對他們的選戰反而有利。哦，那第二個，你要民眾黨同意來倒閣，現在民眾黨的支持度比2024年那個時候的支持度低一點。那這個就是要看看大黨國民黨有沒有這個北等，有沒有這種胸襟。因為民眾黨現在國民黨這38個就是現有的。這一些區域的不可能，民眾黨跟你選嘛，就是他勢必要讓這些現任的區域的繼續選。好，那區域的大概有陳玉珍去選了金門縣長。那如果是這樣，那你其他的區域的民眾黨願不願意選？第二個重點在不分區，他現在有8席，你倒閣以後。恐怕以現在來講，他們會掉到6席上下。那你國民黨願不願意說，我們2個政黨聯合推薦不分區，就各半，就保障民眾黨他最少有10席以上，10到12席。除非有這種善意，否則你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然後從各種政黨的支持度的。客觀的形勢底下，你說叫我去推一個倒閣，講話拍天啊，那是自我傷害嘛。我就以其次來講究政黨實力來講，所以這個就是政黨的領導人要看看有沒有這個智慧，那各方就都可以提出意見來討論。嘉宇。之前有一個這個政治人物調查，就是蔣萬安是現在政治人物好感度最高，49%。所以他可能覺得現在他聲量最高，名氣最高，所以名氣可用。725也是他第一個喊要上街，當時很多國民黨、民眾黨都還不知道，然後呢，蔣萬安再去拜託，然後呢，好不容易辦出來了，現在他又喊出要倒閣，可是呢，這次也是沒有跟大家商量，所以你會發現說，後面的人好像有點跟不上，而且大家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像謝龍介他也要選這個台南市長啊，那你現在如果要倒閣，9月要改選或者10月要改選，那到底他要選立
立委還是要選市長？不分區不分區你沒差哦。那但江啟臣就有影響啦，对不對？哦，那也有很多的這個黨內的人现在也是面臨說，不管是不分區或區域，他可能也面臨這樣子的衝擊，甚至議員是不是？像李明賢啊、游淑慧要不要跟李彥秀選這個立委啊？黨內也是會有這樣子的競爭啊，所以大家就在問說，那其他人到底現在的想法是什麼？看起來國民黨裡面意見不一。第二個，民眾黨也會面臨很大的衝擊，因為大家都會預期說，民眾黨如果改選，可能沒有辦法達到現在這個8席，所以在這種藍白都沒有辦法整合的情況之下，蔣萬安又再一次拋出倒閣，這個會讓人家覺得說，你自己覺得要倒閣，但是你都沒有先跟人家商量。那再一個就是說，你現在如果倒閣了，卓榮泰下台了，那問題就是賴清德總統又提卓榮泰，或者是又提一個你也是不喜歡的人，那又如何呢？就是對蔣萬安來講，你到底期待的是什麼？那我那天聽蔣萬安的訪談，他是說他要倒閣到解散國會為止。這是他的說法。那我就想說，如果你要倒閣到解散國會為止，就是指說我們賴總統提一個，你就又要倒閣，然後你要一直到我們賴總統要解散國會。哇，那這一招我覺得也是不錯，因為以現在藍白現在都是國會多數，你解散國會，大家一起改選，我覺得我們也是樂觀其成。所以蔣萬安拋出來之後，反而民進黨支持的比較多，包括林俊憲第一時間就說我們會贊助你3票，因為這個國民黨52+2嘛，那再加上我們就57，就過半啦，所以。蔣萬安如果真的要，我覺得找民進黨商量會比較快。如果現在突然本來你年底要選議員的，如果現在倒閣要選立委，你會不會去參選？我們都是尊重黨中央啊，党中央會推出最強人選。很多情況会，很多情況是会改變的哈。不過蔣萬安也強調，是很多立委跟他建議的，的確是就國民黨立委跟他建議的。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蔣萬安提出要倒閣，我們看看他怎麼說。已經有很多立委跟我提到倒閣的事情，因為如果國民黨有共識，民眾黨也願意支持，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讓閣揆下台，對這次毒瘤事件負起責任，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方式。為了增加正當性，蔣萬安也拿出陳其邁也不滿中央來背書。他現場也說啊，地方政府下架上架。你們搞得我們真的是人仰馬翻。他也對這20%的標準，他也完全無法接受啊。他現場就說，這像慣的，口氣很重，口氣很重。出席新北林口新闢道路工程典禮，行政院長卓榮泰一下車就戴着口罩，立委上前關心，卓榮泰還指指自己，似乎在說感冒了。院長，請問怎麼看蔣萬安市長喊出倒閣？即便攸關自己的院長大位能不能坐穩，仍沒回應媒體提問。市政是市長的工作。所以該查的食品、該開的會，這個是屬於市政。那其他的這些屬於立法院的權責，當然會呼籲立法院這些朝野立委能夠盡速的完成他們相關的分內工作。立法院各委員們能夠為了國家的進步，盡速的完成總預算的審議。來，我看怎麼看？倒閣，去年在大半年之前，蔣萬安市長第一次提出，觀眾朋友，去年跟今年有個很大的不同。去年一提的時候，我这用事實說話好，因為事實上我們剛剛都已經分析了，它有困難，而且它可能會造成一些都已經這個大罷免，去年要罷的時候，有很多國民黨立委也忐忑了。那最後結果是32:0，那是對國民黨立委來講是個好的結果。可是誰知道會那樣？所以呢，與其我單兵作戰或是被各個擊破，我們乾脆全部一起來，大家抱團一起來，對不對？上戰場，所以才有那個倒閣的建議。當時的主席是朱立倫，他立刻就告訴你，哦，我們沒有這個計劃，這個東西要審慎反駁。然後蔣萬安後來說，他非監察院換了一個主席，鄭麗文主席。鄭麗文主席也很明確的講說，我們目前沒有把這個當成是我們主要的意見。觀眾朋友，我現在講這個例子，並不是說國民黨裡面有什麼大家這個不合，不是，而是當蔣萬安講了什麼意見，黨內有人可能有不同看法的時候，都是直接講的。可是，在725之後不一樣了。蔣萬安說要倒閣，我剛剛爬梳一下，我們下午在錄影哦。昨天有記者去問盧秀燕，他剛剛行程忙，走過去沒回答。今天特別停下來回答說，這個可以討論。台中至少他就可以有3個立委，羅廷偉、廖偉翔跟這個就是黃建豪。所以呢，當盧秀燕講說可以討論，然後我們剛剛討論半天的第一個最大的卡關是誰？是8席的民眾黨嘛？那當然這個我們不用這個還要我們分析，觀眾朋友都知道啊。2024年
柯文哲選了369萬，民眾黨的不分區的得票政黨票是300萬。現在你覺得還有？現在馬上選還有300萬，我相信會認為還有的人應該不多啦。所以這種照此邏輯，應該會說我們不要，對不對？民眾黨今天中午的陳清龍總召他講什麼？審慎評估，也不敢講2個字叫不要，或者是說我們沒有這個意見。所以現在蔣萬安講了這話以後，昨天有一個叫黨政人士國民黨高層，好，那不代表鄭麗文的，可是我不知道是誰，應該去問了，說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這個所謂特定的立場。所以到現在為止，蔣萬安說要倒閣這件事情，沒有任何一個大咖公開反對他。可是第一個關卡叫做民眾黨會不會支持？民眾黨現在不敢說不支持。如果你現在說不支持，蔣萬安現在已經佔據到一個藍營的議題設定機，藍營的共主那種登高一呼，我要去上凱道，所有也大家都說好，我要倒閣，大家反而就後退一步，說我不要先出來跟大家講，我們剛剛分析那些問題，都不說，好，我們可以討論。但是真正的關鍵在於，如果這個倒閣真的提出了，賴清德總統會不會真的解散國會？這是個未知數嘛。所以我是這個非常的懷疑，萬安最近是不是都在看《史記》啊？《史記》的廉頗藺相如列傳裡面有講，狹路相逢勇者勝。當你兩強在對決的時候呢，我也不一定贏啊。我現在提了以後，賴清德不一定會倒閣啊，但我就敢提出，而且呢，我的提出的動機是什麼？因為這個油的事件居然沒有任何官員下台，我沒有辦法接受，所以我要提出倒閣。背後也確實我知道了，好，就不點名的，有一些國民黨立委是支持的啊，他們不想要再就是跟總統同一天選，然後呢也可以跟議員這個縣長今年就一起選。那今年一起選有一個好處，蔣萬安跟張善政在桃園基本上真的是強了哈。那我同時選的話，以前是立委跟着總統選，觀眾朋友很簡單哈。2008年跟2016年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因為大勝，國民黨立法院過半；2016、2020蔡英文贏，民進黨就過半。可是這一次有講說，賴清德40%那沒有對，那就是薩卡都嘛。所以當2028有可能是1對1的時候，蔣萬安所提出的這個意見，會讓以後我們的國會立委選舉的時候會跟總統脫鈎。總統或許是這個黨贏，可是立法院的多數在1對1的狀況之下，也許是另外一個黨成為國會的多數。主要因為這次國民黨有些這個縣市長候選人是明星級的。所以呢，有一些立委可能覺得這個時候跟國民黨縣市長一起選，也許這個當選其實會多一點。那奕信怎麼看？當然，現在這個倒閣的議題哦，現在目前各方看法都有哦，所以還在尊重各方的一個意見，還有黨團自主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所以現在黨中央其實是就像剛剛暐瀚講的啊，目前並沒有特定的一個看法。那其實我可以感覺到，現在想要倒閣啊。其實最烈的人看起來不像是蔣萬安，而是誰？而是陳其邁啊！他在這個院會裡面的一句話20%，那這個就是推卓榮泰最大的力量，而且最有可能要替代卓榮泰的會是誰？陳其邁，就是陳其邁本人啊！所以我覺得現在在推倒閣，感覺像是他哦。那國民黨這一次在725的凱道的集會活動，我們文傳會是主要的籌辦啊，那麼也非常感謝各方，尤其是萬安市長在全力的這個推動。那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把它辦出來。那一天的晚上，其實真的從5點滿到8點，因為等我們到8點的時候，再用這個手機照天空的時候，從空拍畫面看下來啊，景福門周邊都還滿滿的。所以他一直維持這樣的一個人潮，3個鐘頭都沒有散哦。所以我們說那個人數總人數參加，因為來來去去的人數，你說達到20萬，我覺得絕對不誇張，不為過。所以名氣可用，但是這個名氣要怎麼用，要怎麼樣延續，是現在大家都在看的。那你說現在這個政府，剛才你說陳時中他公布一個調查報告，我說我在做立委的時候，他公布的調查報告，我就很高度懷疑，為什麼？他那時候針對萊克多巴胺不是做了一個調查報告嗎？他那個調查報告完全配合他，但是那個調查報告你們有沒有去查他是怎麼樣子投標的？他用99990塊錢把它標出去，這叫什麼？選擇性的招標啊！他今天用99990元標這個案子，讓人家去做調查報告，他叫誰寫誰就寫啊！所以這個調查報告怎麼可信呢？結果你現在又跑來一個調查報告是你陳時中的，我認為啊。今天啊，這個陳其邁啊，我在今天新聞稿才在說他，你為什麼敢罵不敢認？你現在為什麼不繼續去追？現在你說蔣萬安不應該講，你說是這個話不用他轉述，但是你講的是對的啊。現在大家來追啊，你到底行政院到底是誰搞出這個20%？是不是就是你卓榮泰本人？是不是你就不敢承認啊？所以我認為現在名氣可用，但怎麼用，大家要好好的來用。
我當然，我其實在這邊就明確的講，你們大家都不敢說，我就是反對倒閣。道理很簡單，其實倒閣這件事情只是給了賴清德一個這個機會，讓他去換一個閣揆而已。換完了之後，有任何事情有改變嗎？不會有任何事情有改變的。所以換了一個卓榮泰 A、卓榮泰 B、卓榮泰 C、卓榮泰 D， 只要賴清德不換，這個鬥爭的格局是不會變的。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去年我曾經有條件的就支持了個倒閣。那時候很簡單，因為當時的罷免案，那時候罷免案當中，國民黨32位的立法委員，然後被這個罷免。那幾乎所有的區域立法委員，除了這個金門啊、馬祖之外，全部通通都被罷免了。那個其實是一個不對等的，因為被罷免的人他不可以去募款啦，然後來應對啦。可是呢，罷免方卻可以無限量的去募款，所以他有不对等的武器在那個地方。然後民進黨呢，他的立法委員都可以好整以暇的去攻擊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所以當時有武器不对等的一個情況。所以我認為，如果在倒閣的情況之下的話，好，那所有的立法委員通通來選，不是只有國民黨的人被罷免，民進黨人乾脆大家重新來選一次，選出了一個新民意。我不認為民進黨會贏。那個時候，即便說行政院長沒有辦法換上一個真正願意服國利民的行政院長，那至少你在立法院的不對等的這個就是武器上面可以解決問題。可是今天並沒有大罷免。那我當然我同意，可能有一些立法委員覺得，哎呀，乾脆重新選一遍，讓賴清德重新面對新民意。但是你認識賴清德這麼久啊，謝龍介最了解了。賴清德會認識新民意嗎？不會。他真的會像他講了，我再提卓榮泰。沒錯，我跟你講，所以啊，當你立法院否決了這個最高檢察總長的人選，他就讓那個提名的人選做代理，這就是賴清德。如果你知道賴清德是這種個性，倒閣是不能解決問題。他說明了一件事情，我們的制度其實面對的是君子，可是一個人如果個性強悍到不願意當君子的時候，你用制度這件事情是沒有意義的。榮介跟這個賴清德一路走過來這麼多年哈，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你要說他剛愎自用嗎？但還不至於到那個程度。但你要說他擇善固執，他的善是在他內心認為對的事，他堅持到底。當時他的恩師啊，就坦白講就是黃仙柱嘛，一路拉拔他，他所有選舉就是黃仙柱是他的總幹事啊。當他議長選輸給李全教的時候，他決定不進議會，太多人跟他勸了。不管是政壇上的朋友，不管是商業上的，不管是生活上的，民主的社會不是安尼啦，民主嘛，就是你愛裡面有議會監督嘛。他堅持不要，那包括這個身邊這些所有的好朋友，包括民進黨的。後來他找到一個理由，他說：“黑金，我對抗黑金。”他拿這個話來當他的理由遮羞布，然後就跟到那一年台南市的登革熱大爆發，112條人命。我跟你講，以前在那一年2015年以前談到登革熱就是高雄，你看管病人都會講，哎呦，你如果沒有這個 DNA 啊，沒有登革熱被叮過，你都不是高雄人啊。就那一年台南市哦大爆發。一直我們就跟監察院檢舉，所以到了9月10，監察院發函給他，9月4號要求他來監察院說明的時候，他才在8月28進到台南市議會來開始履行在民主政治裡面接受議會監督，所以他一路就是這樣啊。但他認為對的，他認為他自己沒有錯，不是對的，這是他。第二個。他一路走來不道歉的，他說道歉就表示我做錯了，所以我在政壇上不管做什麼決定，就是不能道歉啊，一力衝到底。他都能衝到當總統了，你看他已經衝到這個位置，他還會選擇為一個事件來跟你道歉嗎？好吧，到底呢，立法院會怎麼決定啊？這個基本上了哈，我認為不容易啦。
啊，第一個不容易就是民眾黨嘛，啊，民眾黨他有他的立場嘛，啊，那第二個就是你看國民黨現在啊，就是立法院為什麼都不休會的？沒有休會的、啊，立法院現在很辛苦啊，為什麼？因為好像有8、9個，將近10個是有司法案在身上的。對。哦，他們很怕民進黨哈，到時候因為憲法規定，立委除了是現行犯哦，不能逮捕的，要立法院同意。哦，司法來動你。所以呢，用司法來搞你。如果說你現在，因為他60天嘛，60天要選，60天就要這個等於重選。那在這個時候，如果司法抓你，很麻煩的。所以你看，現在立法院這些立委也蠻可憐的。明明都開到下一次會期要開始，開到最後一天，讓他中間無縫接軌。那這8、9個立委會不會擔心呢？哦，這是另外一回事情哈。那還有一點就是說，台灣的，你不要看台灣，雖然有時候是你罵我罵你，政策很混亂，但是我覺得那個整個社會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尺度啦。所以民進黨那時候搞大罷免為什麼不成功？我就講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果你今天挑國民黨1、2個立委，你去把他怎麼罵他怎麼，也許會罷免成功。你像40幾個你要罷，然後最後32個成案，你要全部罷，老百姓選民覺得你是搞什麼鬼啊？勞師動眾沒有道理嘛。哦，所以你一定要站在整個大多數民眾他的立場去考慮這個問題啊。那現在到底這個整個重新改選是不是符合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這個要仔細去研究了，我也不敢講了啊。名氣可用，但名氣可用絕對不是看725上面的，就不知道就算20萬人、200萬人好了又怎樣？200萬人又怎樣？哦，你還是不過半了哦。所以這些都是可能是他們要認真去考慮的了啊。到最後會怎麼樣？還有一點就是說，這也不是開玩笑，是真的。卓榮泰繼續做，對你們國民黨選情是有利的，然後繼續幹了，就幹下去啊，看看這2年以後是什麼樣的狀況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萊爾校長製作人又推了影片，因為被查水表，查不怕啊，叫做游來游去查水表遊戲啊，而且呢一開始就說這是 AI 影片製作，沒有來這個影射誰，請勿對號入座，不要是一個玻璃心啊，所以呢叫做游來游去查水表遊戲。因為呢，這個製作人呢叫韋純佑啊，韋純佑說，因為當時一個由不得你，所以他才認識了什麼叫國家機器啊。然後呢，騙子你嚇到誰，其實也沒嚇到誰，不過有人被嚇到了。所以呢，言論自由不是誰的恩賜，是用出來的，用一次多1分，不用慢慢就沒有了。言論自由你要就是要講，有的時候就挑戰你啊，看怎樣，我們看一下。游來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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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來游去。好，講完力挺說有事衝我來啊，不要去查他的水表啊。那總統府說這叫做明知故犯。為什麼一直去分完賴清德的聲音啊？那另外呢，聯合報啊是說呢，你用國家機器查人家的水表，你刁難人民嘛？不是像以前民進黨一直反對的戒嚴嗎？啊，那聯合報社論也說，勤查水表，代查毒油，怠惰去查毒油，賴氏的惡政都不能人家批評嗎？啊，發言人怎麼看？首先啊。這個我看到這件事情啊，我非常驚訝，為什麼啊？因為他是要刑事局的幹員啊上登門，然後去勸導。我說我自己是刑事局的子弟，我爸爸刑事局一輩子啊。我說怎麼可以這樣子做這個事情？你說如果你今天上門是有罪，有罪你就抓，你就請回去，你就約談，你就去辦。但是你不是，你上門是勸導。今天如果有法源依據的話，就不是這樣辦；如果沒有法源依據的話，沒有什麼勸導，你有罪就抓，沒罪不要去找人家。
你今天這種做法，我說你這個不叫警察國家，什麼叫做警察國家？所以我說今天不應該用這種方式去恐嚇人民。然後再來你說雙重標準，我說雙重標準最嚴重的就是賴清德。我們剛才在講這個毒油的這個事情，當年2014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這個油品案啊，那個時候我就是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後來還是總統府發言人。這件事情那時候地方政府喊最大聲的是誰？就是賴清德本人啊！他那時候是台南市市長，誰第一個喊說食安就是國安就是他啊？誰說中央應該要站出來，地方沒有辦法負責任的也是他啊？誰說針對這一個特別的品牌，他要不買不吃不用也是他啊？當時最大聲然後這個對抗中央最厲害的是他，現在躲在總統後面神隱，20萬人叫他不出來的也是他啊。來，鳳馨 ，AI 是工具。AI 使用的結果，並不代表說使用了 AI 就有罪，沒有使用 AI 就沒有罪。關鍵點並不在於 AI， 關鍵點在於你的目的是要來詐騙，你的目的是要來欺騙，還是你的目的是來哭訴？我想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分得很清楚吧。哭訴自來有之，現沒有 AI 生會的時候，對不起，也有模仿啊，這種模仿的戲劇多得不得了。模仿了之後，你就說他偽造文書嗎？模仿了之後，你就說他不可以去模仿領導人的聲音嗎？多少人去模仿蔣經國的聲音，蔣經國都沒有叫人家把人家抓起來了。今天賴清德可以說我是總統，我的聲音你們怎麼可以隨便這樣子玩？這是哭訴，你背不出來嗎？那個影片有清清楚楚的交代誰做了這一支影片，而並不是一個不知名的人，然後拿來去欺騙別人。聲位如果是拿來欺騙人，就算不用 AI， 那也是詐騙啊。最明顯的例子，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出現了那個緋聞錄影帶，緋聞錄音帶最後被證明了，那個當然就是造假的，不管到底是誰提供的，但證明了那是造假的。那時候沒有 AI， 難道那個錄音帶就沒罪了嗎？那錄音帶當然有罪啊。所以關鍵點並不在於你用的是什麼工具，關鍵點你的目的是要詐騙，還是你的目的是在哭訴？這麼明顯的一個哭訴，你可以把它變成說 AI 聲偽啦，然後偽造文書啦，簡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今天呢，刑事局的人之所以會在表現的過程當中，一下說啊，你要不要下架啦？一下說有人檢舉，也不敢講說是誰檢舉。那違反哪一個法條，他也不敢講違反哪一個法條。我告訴你，警察是有受過法條訓練的，所以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找不出法條來辦這件事情，所以弄到進退失據。可是這件事情，你光是看到總統府的發言人這麼認真的說，不要隨便玩總統的聲音。他果然是光是電，他是神。上面交代的，來我看。其實阿佑是一個很有創意的年輕人啊，他這個過去萊爾校長的系列，然後呢在朱立倫辦公室，現在也在幫忙選舉嘛，那我覺得我對這事情的看法因為大上各位這個其他來賓的這個看法，我跟我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我覺得創作的自由還有這個政治是可以被揶揄批評，這我都支持。那為什麼先前的萊爾校長系列的影片，跟他剛剛我們放給他的最新一個，他等於反諷刑事局的影片都沒問題？因為他很明確，萊爾校長就是個動漫嘛。但是現在被不知道是誰去告發了就是那個本片比有的那個，就是聽起來像是賴總統聲音的那個，我覺得那個就比起前跟後的這兩則比較危險。為什麼？我舉個例子2024年的時候，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也有美國一個像是意見評論員嘛他去用 AI 仿造了拜登的聲音，然後到處在網絡上播送。後來他被罰了$600萬，台幣就將近2億。所以其實如果是重要人物的時候，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在使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剛剛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阿佑最新的那個，他一開始就告訴你這個是 AI， 這個是揶揄。就像我有個好朋友郭子乾，他每個禮拜都在模仿政治人物，他不會出事，因為大家知道他那個就不是。那我說我是本片比會出事嗎？不是，他那片影片，鳳馨姐那個影片從頭到尾沒有講那個是誰，他用了影片，我不覺得他最後會有事。對啊，但是那個影片跟萊爾校長系列在那邊開公車，有沒有？不是票多的就贏哦，那是因為賴清德講過的話，然後你把它弄到那個，你好像也有在裡面出現嘛，對不对？對，大家就知道那個，對。所以當你很明確知道的時候，就不要有誤解，有誤解就會比較麻煩。我希望所有的二創都不要有誤解。那第一個就是說，比有誤解嗎？好，那個分析姐，聲偽聲音，好，第一個是聲音。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名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了
有一些是股市的名人，他被拿去有，我常常，可是那是詐騙啊，对，那是不可以的。然後身為影片是像我們公眾人物常會上節目，好，包含康哥、鳳馨也應該都有。現在的技術已經可以做到因為有我的臉嘛，臉部肌肉還有聲音，對不對？它完全可以做出另外一個不是我意識表態的東西，一個影片出来。對啊，那是詐騙，這個也不行。第三個就是，我還是覺得啦，這一點可能我跟鳳馨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重要的人，比如說像我們都是公眾人物，然後總統，你在做他影片的時候，你先前有講很清楚，這個東西是 AI 的，會比較不會觸犯到任何可能的法律風險。我這邊還是要講一個不同的意見，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太可惡、太嚴重了。一開始就說我是本片比。一開始的影片就說我是本片比，還會說這件事情會因為身位而讓大家覺得這是賴清德，我覺得夠了。現在就是說 ，Deepfake 現在的 AI 的技術跟我們的真實的狀況容易以假亂真，導致民眾的誤會，這個可能會衍生後續的問題。那尤其是元首總統，不管他的臉、他的聲音被拿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AI 的去做Deepfake 的話，它其實這個就會造成一個認知作戰。也就是說，我們一直擔心說，如果今天可以這樣，那明天是不是也可以用元首的聲音去傳達什麼樣的訊息等等，讓大家以假亂真。所以過去有小玉案 Deepfake 的換臉，他最後被判刑5年。所以在現在的 AI 時代，你如何讓民众清楚的知道說這個是 AI 所假造的？因為確實很多民眾他可能光聽聲音，他覺得那就是賴總統的聲音，他可能不知道這是 AI。所以我覺得上面要明確的寫說這就是 AI 變造的，讓民眾可以清楚的知道。否則在這個界限非常模糊的情況之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規範跟制度，讓大家可以清楚的去界定未來在 AI 的使用或 Deepfake 的影片或是惡創，我們的言論自由跟現在所謂的 AI 影片之間，到底要維持一個什麼樣的平衡？我覺得這是必須的。你有看那個影片嗎？我有看，那個影片的第一句說我是本片比。想要鉗制言論自由的時候，你會想出100種道理跟說法，然後抓你的語病來辦理。當你在對抗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你說你要捍衛言論的100%的自由。坦白講，這個影片一出來，當那一天說刑事警察局去找阿佑的時候，我們就很清楚。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好像在花蓮還是怎麼樣，我們就聲援。我說這個大家就是挑出來講，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那國民黨從那個萊爾校長，好像現在就講說，聽說賴總統很討厭人家叫他校長，可是孰令自知呢？你當了總統以後，我覺得我沒有很長的批評他，但他做得好。因為像這個油的事件，我本來是肯定說他在第一個禮拜有2次該下架就下架，這第一次。到中常會的時候，該查辦就查辦。可是兩面手法，行政院所有的團隊沒有按照總統指示的去做，倒着做嘞。好像你是在護航，然後好像你很 care 這個資方少賺了賠多了，然後汲汲營營想要讓這500多個品項的油趕快上架，你是驚了想這呢？所以變成我當時認為說總統態度是對的，可是後來看你們的手法，你好像是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然後想要把這個事情趕快翻頁，而且還有意無意的在捍衛這個業者的權益，所以當然人民會走上街頭嘛。當人民走上街頭了，好，這個影片可能會加深在你身上的這種負面的觀感，那你當然就調刑事警察局出動了。那這個出動是毫無道理的，你可以講以後。你們 AI 那或者是你立法院黨團、民進黨，你也可以提案吶，我們來研議。當這 AI 的2次創作的時候，對於賴清德總統的聲音，你可以把你的聲音註冊你的專利，我不能用，你將來 AI 形成也不能用。我今天看到賴總統這個事情，你沒有申請專利哦，那我考慮謝龍介的聲音。我要去申請專利，
啊，將來各位你們在二創的時候，在 AI 生成的时候，你不要用我的声纹去做，否則我就可以向你提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众党团点名陸委會、僑委會假考察真觀光，哦，他們說沈有忠的報告比小學生都不如，哦，爛到爆啊！哦，那說呢，考察預算超過2000萬，訪問7國26天，報告只有5頁，所以民眾黨說像旅行社的廣告，而不像一個考察的報告啊，因為官員出去花那麼多錢，回來都要寫報告的啊，所以假考察真觀光。那陸委會因為只有3頁報告，說呢，ChatGPT 都寫得比你好啊。那另外呢，這個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說，我們不是只有3頁，我們是有33頁了，只是呢上網的是精簡版了。我們寫了13000多字啊，哦，那人事時地物交流的都有提供給國安高層參考運用，沒有給你立委看，你沒有也不要上網給你們看啊，哦。那所以呢，他說，陸委會副主委說，我們幾乎沒有私人行程，是經得起考驗的，並不是去觀光啊。那另外呢，這個僑委會啊，他說也被批評說只有5頁的考察報告。那許家清僑委會主委啦，就說呢，哎呦，說如果說這個在網上寫了一大堆，尤其我們跟僑務有關的，那不是給敵國拿了看到了嗎？哦，敵國就看到我們到底做什麼，所以怎麼可以讓敵國看到呢？所以不能把細節放在上面。我們看一下，考察的這個報告真的是爛到爆哈！什麼東西爛到爆？民眾黨團總召陳清龍指的就是這份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今年5月訪問越南的書面報告。要深化台灣跟越南的交流合作，這句話就是心得。那我想不用去，我也知道我們要加強假考察真觀光嘛，吼。因為在提交立法院的3頁書面資料，沈有忠即在最後的心得建議寫下越南追求獨立自主外交，但陸委會說他們給的遠遠不止這3頁。民眾黨黨團公布的這個精簡版，他說的我們只交了這個3頁的，這個是我們已經上繳的完整版的這個報告，提供給我們的國安高層來去做參考跟運用。這裡面高達了33頁，13000多字。我們這一趟越南的行程，總共的花費是144700多元。出訪花了多少？開誠布公，但讓民眾黨團疑惑的還有資料中這段爭取越防深化與台合作，建議進行台越中智庫交流，是有包括中國大陸？是，对，這一點確實是我提出來的建議哦。那希望有機會，我們都可以在第3個國家哦，可以看到說台灣的學者、中國的學者，還有第3個國家的學者。陸委會要證明出國考察預算不能刪減，不過對在野黨檢驗的還有僑委會。今年4月，委員長徐家清出訪歐美7個國家，共26天，提交報告僅7頁。那其實僑委會擔當了一個責任，到全世界各地去跑倒未必是說他的報告一定要是幾頁。對此，僑委會截稿前並未回應，但民進黨團幫忙緩頰出訪報告跟成效未必有直接關係。要攻擊以前，亦或是要質詢以前，基本的功課不是應該先做好嗎？連資料也不想詳細研讀，就胡亂看報紙噴口水，製造假訊息謠言，那這樣難道叫做監督嗎？我們的立委居然只會上網叫助理download這個報告，那個報告當然只有3頁，為什麼？很簡單，我怎麼可能把我所有細節的行程放在那個上面？細節請聽清楚，細節那是給我們的敵對國阿公啊，完全不用做功課就可以查到所有我們的個資嗎？來，鳳馨怎麼看？好，其實他這些考察到底能不能發揮我們穩定僑民這些效果，我們其實在很多的國際上面呢，一些活動我們可以感受得到。那沒關係，這個報告的事情我們可以先放一邊。我唯一好奇的是，陸委會去越南要幹嘛？去越南考察什麼呢？他說是跟越南的智庫來交流，跟越南的智庫交流就能夠跟中國大陸的事務有所幫助嗎？
中國大陸現在呢，就是陸委會呢，大概現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公布說，哎呀，我們又有多少人在中國大陸失蹤了，這是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們現在除了公布失蹤的人數之外，沒有做任何的事情，就連失蹤的人到底背後是涉及了什麼樣子的情境，以及這一些人他們後來有沒有回來到台灣，他們都不公布哦。這些事情他們都不重要，也不在乎。但我就很好奇，陸委會不是越委會，請問一下，他們去越南考察什麼呢？因為中越打過仗，我覺得我們公務員能夠多出國去交流，或者是去了解人家进步的地方，這也是一件好事哦。那報告有時候是土具形式，你說真的，現在要叫 AI 寫，可以寫很多，寫得很好，很精美。所以這個文字內容絕對不是重點，而是說你考察回來之後，你能夠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在公務體系或是其他層面有更進步的地方，這個才是要去檢視的哦。到底具體的成果能夠展現在哪裡？我相信這個是大家所期待，這也是立法委員要去監督的地方，絕對不是只是看表面的報告。所以剛剛徐嘉晶很生氣，覺得說，那立委如果不做功課，只是看報告有幾頁，那這樣子的監督，說實話是太無聊了。不過立委當然要，你花了國家的錢，當然要看你的報告嘛。你的報告寫得好，立委可以中間也看到不少，也學到不少東西啊。來，龍介。陸委會啊，那剛剛鳳仙提到，他們經常報告我們國人啊，到了大陸什麼人失蹤了。那最近民進黨的中執委啊的家人呢，到大陸也失蹤了嘛。那我就正式發函給他們，我說那你要告訴我們他到底是怎麼樣失蹤啊，對不對？都沒有消息啊。哦，那網絡上有傳啊，可能是被大陸逮走啦，那可能是走私啊。可能是怎麼樣啊？那現在莫衷一是啊！我昨天正式發函給他，那我要求你盡快，你用公文答復我。你們不是陸委會很關心我們國人到大陸的這個點點滴滴嗎？後來他們有事先口頭來講，就是說當事人想要低調，他們當事人想要低調，對不對？所以有時候啊，很多我們到大陸去的，確實你有做了一些違反規定的事，那當然大陸他就有權利，就大陸的人來到我們台灣一樣啊，他犯法，我們也是逮捕，我們也是偵辦啊，所以不要在這個兩岸交流裡面呢，不斷去擴大事端，然後製造仇恨嘛。我想陸委會現在他依舊是這樣意識形態在對兩岸工作，我認為對兩岸的和平沒有幫助。我覺得耳奉耳錄哦，民脂民膏啊，這個官員或者是甚至是其實民代立委議員也是公職人員，你出國考察回來一定要有報告啊。曾經我們有過地方的議員去出國回來，只有寫3個字。要求讚就想要了事了，那大家覺得說你就是去玩嘛？好，那陳友忠好來，副主委你講說哈，這個上網公開是3頁，但是呢給長官內參的是33頁，我覺得落差太大了，你至少給大家看個10頁吧。我覺得既然是這樣，敏感的可以不要寫，但是我覺得3頁或是說新的只有70個字，是確實太少了一點。那你信？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陸委會要去越南。我看他上面講說他要去講這個台越經貿議題，你又不是國貿局。